OK，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CT 的频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骑车，好，我现在在华南路爬坡的路段。今天呢，我要用骑一趟华南路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现在车上这一支大家一定没看过的车表，由 iGPS Sport 所推出的 BSC 100入门级 CP 值破表的车表。对，它的价钱大概才1000多块台币而已，但是呢，它支援完整的 GPS 定位 ，Strava 上传，同时它也支援功率计等等，而且它的萤幕非常的大。作为一个入门款的车表，还有大家没看过的品牌，究竟它到底好不好用 ？GPS 准不准 ？APP 会不会做得很烂？好，今天我们就一口气开箱给各位看。好，那大家记得哈，看在我边骑华南路，还要边各位介绍产品的份上，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首先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只车表大概的基本功能。BSC 100S 是由国外自行车码表品牌 iGPS Sport 所推出的入门级旗舰车表，1000多元的车表就拥有2.6寸超大萤幕、40多小时的续航、5大卫星定位系统，以及支援蓝牙传输，还有 Strava 上传。然后 IP X7 防水防尘的功能，大家快速开箱一下，直接看到机身的本体结构非常的扎实，重量浮夸的轻巧，实测约有2公克。操作部分，机身只有2个按钮可供操作，背后是很先进的 Type-C 充电孔，让我有点小意外。萤幕为2.6寸，和一支9000多元的 Brighton S500 放在一起更大一些。只是1000多元的码表就不用讲求什么触控啊、彩色萤幕的功能。眼尖的观众应该也会发现，这只表并不是彩色液晶，而是黑白数字液晶。简单来讲，它就像是电子计算机在显示数字的方式一样，只有在画面特定的5个区域进行显示，总共可以进行4组数据的切换，都可以透过 APP 来做页面上的配置更改。后面再跟各位说明咯。好，我们还给华南路的 CT。好，看完基本功能介绍，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心动了？你看，也可以高达30几个小时的续航能力，加上2.7寸的大萤幕，1000多块钱的价格，去哪里找啊？好，不过呢，即便是它只有1000多块的售价，我还是要对它进行严格的功能性实测。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定位到底准不准？好，我快传死了，我先交给棚内的 CT 来跟各位说明。好的，码表最重要的就是定位的精准度，偏差太大，有可能会让 Strava 路段对应不上。而这只表有5家的卫星接收系统，当然也包含北斗卫星。在精准度的部分，我们直接上路实测了几次，发现，它可以清楚的看到定位的轨迹，而且非常的滑速自然。像是华南路有爬上去跟滑下来的路段，也是呈现完美的平行线的，尤其是转弯的部分也非常的精准。所以它的定位性能是相当的不错的。好，我们再还给华南路的 CT 吧。OK， 我们可以知道，透过5星定位，它的 GPS 的精准度其实非常的高哈。像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轨迹都有完整的 match 在地图的形状上，定位相当的精准，所以便宜还是一样有非常好的定位效能。再来，它的超强的续航能力，虽然说 CT 还没有时间好骑一个北高来实测，但是就我平常使用下来呢，一个礼拜骑好几趟都没有充电，都还是有电，所以 power 非常的足够。好，那再来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它的操作界面啊，还有软体的后台，包括它的 APP 网页，用起来会不会很悲剧呢？那一样，我们人快挂了，再请现场的 CT 来为各位解释一下这一部分，有请。好，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操作界面的部分。长按左键是开机和关机，轻按一下就是开始记录，长按是储存。但是因为是数字液晶萤幕的关系，显示的部分也是以数字来呈现英文的讯息，所以它的讯息其实还蛮难理解的。让我困惑比较久的就是它存档关机过程完全没有提示任何讯息，所以机身上的操作必须要先看说明书来学习的，不是可以直接看这么直观的。
想当然，数字萤幕不可能会有中文显示的讯息，所以对于英文障碍的使用者来讲，在机身上操作的确会显得不方便一些，必须要习惯一下。当然，既然它有手机连接的功能，那么相关的操作就可以在 APP 上进行。弥补前面这项缺点，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APP iGPS Sports。我们简单的注册登录一下。这个 UI 界面的风格，漂亮，加你1分。一进入后，首页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最近的骑乘记录。下面呢有训练菜单，还有导航路线等等。但是这2个功能应该是高阶的表款才会有的。点选更多，可以看到所有上传的活动记录。这个界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有质感啊！上方统计了最近的骑乘量，还有距离等等资讯。活动列表也呈现得非常的有质感，路型啊、资讯等等都有简单的计算出来。点进去其中一条记录，重点资讯、地图一目了然，界面呈现出非常专业的美感，非常的不简单啊！我喜欢这样的界面。点击地图功能可以切换图层，以及加上公里数的资讯。下面的统计数据呢，则是呈现这次的摘要。而功率训练车手相关的资讯啊，像是 NPIF 值也都呈现在第1页上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一款1000多元的入门级车表哦。然后呢，下面有4个操作选项，分别是大家看到的摘要、分段资讯、图表以及数据报表。分段部分这边是用每5公里来统计一次，这个部分也可以在后面进行设定。然后当你把手机转向横向的时候，呈现的数据会更多，非常的直觉。再来是图表的部分，哇，这个点开来简直是相当的炫炮啊！不管是速度、踏频、心率等等，都会有详细的图表，还有区段资讯。这个配色简直是我的菜啊！对于专业的选手来说，功率的资讯也相当的完整，像是 Z1 到 Z7， 还有功率曲线等等的资讯都有完整的呈现。而且点选图表的时候，就会呈现横向显示，可以用手指的部分去看细节的瓦数啊，这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界面我真的是给90分啊！虽然说这些资讯没有办法及时在车表呈现，但我觉得现在人都已经随身携带手机了，这种事后统计的资讯有没有出现，其实也无妨了，在手机上查看就可以了。除非说你是专业的车手，必须要在码表上及时呈现一些单圈计时啊，或者是 IF 值等等的资讯，那么你可能需要更高阶的车表会比较适合。最后是统计图表的部分，这边详列了各种统计资讯，同样有功率的相关计算。相当的完整啊，这些都是中高阶车表其实都会有的功能，在这1000块的码表里面，居然全部都有啦。接着我们来到设备连接的页面，这边的话可以进行简单的码表配对哦，刚刚一开始就已经有配对好了。配对之后呢，就可以显示出这个码表可以设置的相关的功能，像是数据管理就可以查看码表里面目前有的记录，然后传感器的部分就是可以连接你的踏频啊、速度计还有功率计。对。这个1000多元的码表居然可以连接功率计，这让我相当的震惊啊！因为有些入门款的车表其实是没有办法连接周边装置的。再来是这个页面配置，简直是让我惊呆了。这个点进去之后，哇，每一个栏位都可以做一些详细的设置，但是碍于这个数字表的特性，所以呢，每一个格子它能设定的值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在这4个页面去切换出适合你的排列组合，是需要一点点的技巧的。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它推荐的页面，不合用的话，再来使用自定的部分。相信如果是在后面我们开箱的高阶表款中的话，这个设置选项会更加的丰富。然后像是韧体升级的部分啊等等，都可以在这个页面进行。再来是一些关于我的个人化客制设置。这边的话呢，就可以查看一下骑行排行榜，然后我们点进去看，大家可以看到，哇靠，有一个人哇，这个月就骑了7000多公里啊。然后点进去看，哇，一天骑了1200公里啊，这简直是神才有办法办到的事情啊，连机车都没有办法办到。结果原来看起来这应该是他使用这个码表去搭高铁啦。当然，如果你觉得不爽的话，也可以把它检举掉。然后后面一些比较进阶的功能，应该是在比较高阶的表款才会出现的。如果我们后面有开箱到高阶表款的话，再跟各位做介绍。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连接 Strava， 然后还有 TrainingPeaks。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用了，因为只要连接了 Strava 之后，它就可以跟第三方的免费软体 Intervals 去进行一个对接，就可以看到更进阶、更专业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统计结果哦。这个软体我们之前已经有跟伟伟在频道上跟大家开箱过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个连接，它是免费的软体。那这个就是手机操作界面的部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OK， 那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都是 APP 的操作画面，其实呢，它会把资料也会上传到 IGPS Sports 的网站一份，你可以从 IGPS Sports 的网站登录之后，去看到刚刚的记录，然后操作起来也是跟 APP 一样非常简洁有力，而且能看到区段的一些统计，就可以把一个区段选取起来之后，它会帮你去做一些平均的一些摘要，其实也是小小的不错用。但是有了 Intervals 之后，其实有没有这个网站我都无所谓，但是这个网站也算是诚意十足啦。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啊！我们再还给华南路的 CT 吧。好 ，OK， 谢谢彭内的 CT， 刚刚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码表的操作方式，还有它的后台的一些长相。那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 GSC 100S 虽然说是入门款，但是它的一些像是什么几秒平均功率多少等等这种专业车手会使用到的资讯，它还是会显示在它的后台上面，只是说它的车表就没有办法及时呈现这些。不过我想大家骑车也都会带手机啊，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好，我们已经骑了华南路的一半了，好累啊！好，现在来到华南路最陡的地方了，瓦数高达330几。我要调整一个舒服的瓦数，还要跟你们解释，真的是有点困难，就不能好好停下来讲话吗？不行。时间就是金钱，没有其他时间了，大家原谅我。好 ，OK， 那其实这个就是 BSC 100S 整个大致的功能介绍。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对了 ，One more things， 同时呢，我也拿到它的高阶款的车表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回有时间再开箱给各位看哦。OK， 好，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我们下回见啦，拜拜。